时光的藏歌第13集，破碎的誓言细语轻敲着荒野上的帆布帐篷，夜色深沉的庞福能吞噬一切。帐篷外，加巴独自坐在潮湿的泥土上，眼神迷离，像是在与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对话。佳期探出帐篷边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与温柔。加巴，外面这雨下的就像咱心情一样，别站外头啦，快进来暖暖身子。加巴低声回道：“我偏偏喜欢这种感觉，听着雨声，好像能把那些难舍的过去冲得干干净净。可惜有些事就是洗不掉。”风中夹带住湿润的青草味，与院出灯火微弱的温度。庞福在诉说着另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不知何时，画面一转，带领观众回到那血与火交织的过往。当年穿着银甲的加巴正领着一众英勇的战士，在边境城市前拼死抵抗魔物大军。战士团长朗声命令：“咱们必须守住这城，哪怕要用命换取民众的安宁。”加巴昂首回应，满脸自信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。团长，放心，咱们就像现在网络上火到爆的最后的挑战，绝对不会让那恶魔轻易越过防线。然而，随着魔物蜂拥而来，士气高昂的战场瞬间变成了血雨腥风。那一刻，每一次刀剑交击都像是在倒计时，预示住不可避免的悲剧。在混乱中，加巴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。他固执地认为，只靠自己便能扭转乾坤。团员 A 边奔跑边喊：“加巴，快撤了！这局你一个人撑不住。”加巴眼中闪过坚决与绝望的光芒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不能放弃，哪怕只有我一个，也要扭转局势！”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，变成散尽，他狼狈倒在满目残垣间。那位曾经英姿飒爽、满怀期望的团长，静静倒在他的身旁，脸上写满无奈与遗憾。保护未来。团长的低语犹如凋零的花瓣，散落在冷冽的空气中。雨声再次回到耳畔，画面重回帐篷内。佳期轻轻搭在加巴的肩上，语调既温柔又带着一点揶揄：“加巴，你老是怪自己，其实大家都是拼命战斗的勇者，不是吗？就像最近超夯的网络短片，教大家失败是成功之母，咱们也该学着放下。”加巴眼神闪烁着复杂情感，低语住：“可是我说的那一刻，却把所有人都卷进了深渊。”此时，帐篷外雨已间歇，残留的水珠在晨曦中反射出微弱的光。庞福在昭示着一线未来的希望。当第一缕晨光穿破云层，湿润的草地上散发着泥土与花香的混合气息。加巴缓缓站起，脸上写满坚定与不甘。佳期，过去的誓言虽然破碎，但未来的路我一定要亲自守护。佳期露出爽朗的笑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。这才像我的伙伴。走啦，未来等着咱们去挑战。两人互碰拳头，那声响磅礴在宣告一个全新旅程的开始。正当他们朝住曙光前行之际，一阵不寻常的冷风拂过，庞福预告出一场更大的变故。加巴心头突然一紧，脑海中闪过那残缺的记忆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废墟上竟传来一个微弱而清晰的呼喊声：“加巴！”他猛然转身，心跳瞬间加速，眼前的晨雾中竟隐约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正是他以为已逝的团长。而此时，佳期眼角浮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，眼神中流露出平日里从未见过的冷冽与计算。加巴的心中骤然泛起疑问：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有人早已布下了圈套？当记忆与现实交织，过去的错误似乎不再仅仅属于他一人。在那一刻，晨曦与雾气交织出无数未解的谜团，而未来的道路也将因此彻底改变。时光的藏歌第14集，深渊之门落日将荒凉石原染上金黄却透着苍凉的气息。风轻轻卷起斑驳石块，庞福在诉说一段失落的传说。正中央，一座沉重的仿若能吞噬灵魂的黑色巨石门矗立住，其上刻着历经沧桑却依然熠熠生辉的符文，低语住久远秘辛。佳期边走边用那带点台湾本土味的调侃语气说：“你看这门，跟现在网友在热搜上狂打 call 的那波史诗级大作一样，气势磅礴到让人心跳加速。”他的语气里既有兴奋，也隐含着不安。站在旁边的加巴眉头微锁，语带警觉的回应：“别闹了，这地方就跟最近每日观察上热门报道的神秘现象似的，背后肯定隐藏着不容小觑的秘密。小心点，别光顾着兴奋忘了天时地利人和。”两人步履轻移，越接近石门，周遭空气便越发凝重。远处的风声像极了网友们在讨论的那股诡谲氛围，低吟住历史的沉重与不可知的命运。佳期感觉到手中宝石庞福也在跟随着不寻常的节奏跳动，心跳与节奏不断加快。突然，加巴敏锐地捕捉到一丝异样，一缕带着致命杀意的剑影直冲过来。他瞬间拔剑格挡，剑矢在空中划出一条诡异的弧线。有够蹊跷！加巴低喝，眼神瞬间转冷。
随着他的命令，敌人的伏击如同刚刚突然爆发的热门事件般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兵刃闪烁，冷笑连连。站在敌阵之首的头目神情阴狠，笑意诡异地说：“呵，看你们这自投罗网的架势，简直比那最近网络上热议的末日预言还夸张。”佳期紧握住发光的宝石，语气中掺杂住激动与疑虑。加巴，这帮人怎么打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我们真的能撑得住吗？加巴边斩边回道：“别乱讲，先按部就班，找准破绽再还击。这就跟现在大家疯狂追捧那波惊奇反转剧情一样，节奏的稳。”眼神交汇中，他们都明白，眼前的战局不仅仅是剑光与魔法，更多的是一场关于信念与命运的试炼。正如近期讨论的各种极端事件般不可预测。在鏖战中，加巴的剑光犹如精准的节拍，每一剑都蕴含住不容侵犯的决心。而佳期则运用宝石释放出的炫目魔法，像极了网友们疯狂转发的爆款影片，打乱敌人的阵型。就在战局似乎开始有转机之际，敌军头目施展一种操纵重力的绝招，空气顿时变得沉重，让佳期感觉整个身体像被无形的巨石压住，步履摇摇。加巴，快救我！佳期喘息助喊道，声音中渗透出真实的恐惧与无助。加巴旋即回身，一斩来袭的敌兵，同时低语道：“冷静，就像现在热搜话题里那种历尽翻盘，只要我们稳住阵脚，破绽总会出现的。”两人的配合默契的宛如老友重逢，每一招都彷佛经过无数次试炼，却仍难掩局势的扑朔迷离与危机四伏。终于，当连环攻击让敌军显露疲态时，加巴与佳期合力击退对手，重返那神秘石门前。此刻，门上原本模糊的符文突然散发出幽蓝光芒，慢慢旋转，像是在等待这一场命运的触发。佳期小心伸手触碰符文，带着激动又略带胆怯的语气说：“这些符文不单是文字，分明是记录着时光之力的秘密，就像最近大家在热搜上争相讨论的失落文明一样。”加巴环顾四周，心里盘算住可能的险情，低语：“不对劲，这扇门不只是历史的见证，它像是在守护某个毁天灭地的秘密。”话音未落，佳期利用宝石注入一抹强烈光芒，瞬间一道猛烈冲击波席卷四周，符文旋转得愈发迅速，化作一个深不可测的光漩涡，将两人整个映在朦胧光影中。在那震撼的光影世界里，他们彷佛瞥见了一座隐藏在古旧遗迹深处的时光之城，一座拥有改变世界命运力量的失落之都。加巴心中猛震，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敌人苦守的正是一座能掌控时光的传奇之城。”佳期则兴奋与忐忑交织，这一路的追寻，不就是为了揭开这最终谜团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们得往前走，哪怕这挑战比那最近网友疯狂讨论的不可能任务还来得刺激。正当他们对视准备踏进漩涡时，石门后突然传来诡异低语，彷佛整个天地都在哭泣。随后，敌军头目的冰冷声音再次响起，但这次却带着难以言喻的悲凉：“这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试炼，远比你们想象的复杂，就像最近那场翻天覆地的大戏一样，没人能预料结局。”就在两人踏出那一步的瞬间，手中宝石猛然剧烈震动，散发出既熟悉又神秘的光芒。佳期的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言喻的迷惘，为何每次到关键时刻，这宝石总似乎在暗示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命运？下一刻，整个场景突然失去重力，两人的身体如被无形之手提起般缓缓漂浮。加巴瞥向天际，竟见到那个曾在他童年梦魇中反复出现的身影，正从门后慢慢逼近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惊觉，原来整场埋伏、整次交锋，都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试炼，而他们早已被卷入一场关于命运、夙愿与失落时光的古老迷局。当那神秘影子一步步逼近，佳期与加巴互望一眼，心中同时涌现出无数疑问：这究竟是新希望的开始，还是踏进了无法逃脱的深渊？答案就隐藏在那传说中的时光之城里。漆黑的石门轰然关闭后，天地间只剩下无尽疑问与悸动。正如最近网友热议的那些出乎意料的大逆转，这场试炼究竟将他们引向何方？留给观众的不仅是震撼，更是无数耐人寻味的反思。时光的葬歌第15集，灵魂的试炼，佳期与加巴走进那扇通向未知的深渊之门，瞬间被带入一个仿佛跨越时空的异界。空间中漂浮着忽明忽暗的光球，旋转的石柱在紫蓝色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彷佛正映照着现实中 ChatGPT、台湾感性等话题的火热氛围。佳期惊叹道：“哎，你看这地方，好像直接穿越进未来版梦幻实境耶！”加巴则四下张望，语气中满是警觉：“小心，这种地方常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恶，正如疯传的 WBC 资格赛那股热度，谁知道下一刻会爆出什么消息？”就在两人对这奇异景象赞叹之际，地面猛然绽放出耀眼光芒，一个庞大的魔法阵瞬间在佳期脚下展开。他还未来得及反应，
就如同当下社群里被网红爆红的突发事件般，瞬间被吸进那漩涡之中。佳期在迷雾中醒来，眼前竟是童年故乡那条熟悉的小巷，但如今却笼罩在一层沉重的敌意之中。村民们面带怒色，语带指责：“都是你，你回来就带来诅咒，咱村子惨不忍睹。”他急忙辩解，语气因恐惧而颤抖。我从没想过。画面一转，记忆如潮水般涌现。那个午后，父母的背影在薄雾中渐行渐远，留下无尽的孤寂与自责。耳边似乎隐约传来熟悉的声音，像是近期某位名嘴曾评论的：“每个人都难逃命运的捉弄。”就在此时，佳期在水面中看到自己的倒影，那倒影不再是往昔温柔的自己，而是一个满脸冷峻、语带嘲讽的陌生人。倒影冷冷道：“你总是依赖别人，连台北花季那样的浪漫都不敢追求。原来你一直在逃避真实。”佳期心头猛震，几乎听到脑海里回荡着流传的流行语：“别装了，你连自己都不敢面对。”倒影继续逼近，语气更是尖锐：“以为加巴能永远帮你，这可不是简单的冒险，而是你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搏。”此刻，他内心的恐惧与不甘开始交战，正如热议的暴走情绪般，旧有的懦弱逐渐被那一丝久违的勇气取代。同时，现实中加巴正陷入苦战。身处敌阵之中，他如同 NBA 赛场上那位不屈斗士，一边闪避着连环攻势，一边注视着远处突然出现的紫光茧。那正是佳期的身影被毅力所束缚。远处敌军首领狞笑道：“他正忙着受试炼呢，只要把你撂倒，一切就结束。”加巴挥剑，语气坚定而充满挑战：“试试看吧，看看你们能不能突破我这关。”他一人孤军作战，每一剑都蕴含着对佳期深沉的守护，就像最近大家热议台湾感性的坚定立场一样，既有个人情感，也有对命运的反抗。回到幻境中，佳期终于鼓起勇气站立起来，他握紧双拳，眼中闪烁着比 USOB 最新 MV还要坚定的光芒，低声自语：“曾经我也害怕逃避，但今天我不仅要为自己而战，更要守护那曾经支持我的每一个人。”随着这句话落下，倒影逐渐消散，阴霾也随着远处斜阳的光线而慢慢退散，仿佛预示着一线希望正在重生。佳期苏醒过来之时，发现身边只有满身伤痕却依旧坚毅的加巴。他独自面对着敌军，宛如近期被称赞勇者无惧的英雄，汗水与血水交织出一段段辛酸历程。佳期毫不犹豫举起那颗散发出神秘光芒的宝石，激昂喊道：“加巴，我来帮你！”光芒与剑影交织之中，两人心意相通，联手发出一击惊天动地的强力攻击，彻底击退了敌人的残群。战斗散去后，佳期疲惫地坐在地上，却在瞬间露出如同当下最夯的爽到不行笑容。加巴则轻轻拍了拍他的肩，语气温柔：“你看，就算连 BLACKPINK 的回归也无法比你这份坚守与勇气，我们永远不孤单。”佳期深深点头，心中明了这一路来自己不再孤军奋战，而是找到了共同奋斗的伙伴。正当两人准备继续前行时，原本稳定的光柱突然剧烈颤抖起来，四周瞬间陷入一片死寂，唯有彼此急促的呼吸声。突然，一道冰冷而带着挑衅意味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：“以为这样就结束了？别忘了，现实从来不会那么简单。”加巴眼中瞬间闪过一丝犹豫，而佳期则感受到心跳如鼓，仿佛世界在那一刻暂停。随着声音落下，黑暗中竟缓缓浮现出一个模样与佳期极其相似的身影，但此人面容冷峻，眼神中透出无情与宿命的嘲讽。那身影低声道：“你以为靠着一点勇气就能改变命运？真正的力量来自你内心深处那不愿面对的黑暗。”就在这时，加巴突然低语道：“佳期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切并非偶然，正如最近热议的 NBA 季后赛惊人反转，这场试炼其实隐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。”突然，幻境中所有光影巨变，环境迅速扭曲。佳期眼前一黑，竟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困于一场虚实难辨的试炼，而那身影正是自己过去被遗忘却深藏的另一面。这一刻，所有心里的恐惧、逃避与挣扎全数爆发，让他不得不面对真正的自我，既有对美好未来的渴望，也有难以言喻的阴暗宿命。就在倒影逐渐模糊之际，加巴的脸上也露出了不易察觉的悲痛。原来这场试炼早已不仅是佳期一人的战斗，而是两人共同隐藏的过去与秘密，即将迎来那令人震撼的最终揭露。镜头逐渐拉远，空气中充斥着即将来临的巨大变数，正如近期的 Yearbook Trend， 未来究竟将如何改写命运，成了一个难以预料的悬疑谜题。时光的葬歌第16集，遗忘之地的回声月黑风高，空气中弥漫着微凉潮湿的气息。两道身影缓步走进一处被岁月遗忘的古迹，阶梯盘旋下去，墙面上满是风化的痕迹与神秘的符文。
每一笔每一划旁幅都在低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，就像最近网络上爆红的放克雅宝盲盒一样，总让人摸不住头绪。进入遗忘之地，佳期伸出微微发抖的手，轻轻触碰那冰冷的石壁，喃喃道：“这些符文看起来就像是在讲述时间和守护的秘密，是不是隐藏着咱们还没发现的真相？”站在一旁的加巴环顾四周，眉头紧锁，语气却带着一丝不安，又带点俏皮地说：“小心点啦！这地方感觉就跟今天那个 WBC 资格赛现场一样，气氛超紧绷，谁知道下一秒会冒出什么陷阱来？”他心中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过去那些无法抹去的失败与悔恨，手中剑柄因紧握而微微发抖，每一次心跳似乎都在提醒着他，这次绝不能再犹豫。神秘回声与古代幻象两人踏入中央祭坛区域，顿时空气凝重起来，墙上的符文忽然发出幽蓝的光芒，一道低沉而空灵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空间：“凡来此地者，请回答，时间究竟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敌人？”佳期不自觉地倒吸一口凉气，内心浮现着最近在热搜上刷屏的那股悬疑氛围，而加巴则加深了握剑的力度，心中默念住：“这就像连假期间大家热议的神回顾，总在关键时刻给你一个措手不及的反转。”话音未落，墙面上浮现出一个穿着华丽长袍的古代学者幻象，他的眼神深邃，语调中满载着宿命与警示：“我们曾以为能掌握时间，却最终被他玩弄。若你们渴望答案，便必须直面内心最深的伤痛与秘密。”分离试炼，直面内心恐惧。就在众人以为已进入试炼之际，地面突然震动剧烈，一股神秘力量将佳期与加巴强行分隔，各自踏入属于自己的心灵试炼。加巴的试炼，加巴眼前瞬间转换成一片血火交织的战场，过去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，血与尘埃混合出无法平息的悔恨与怒火。幻象中，一位昔日的伙伴猛然出现，声音中满是指责与焦虑：“加巴，你怎么那么犹豫？这情况就跟今天网络上疯传的 WBC 资格赛一样，你敢不敢拼到底？”加巴的心跳急速加速，他脑海中不断闪现着曾经失误的画面，内心激荡住：“我只是真的害怕再一次面对失败的痛楚。”然而，正当幻象逼近，他忽然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决心，如同网友们追逐助热门流行语爆红的那股热情，手中的剑随着心意闪出炽热光芒，象征住他即将抛开过去的枷锁，迎向全新的挑战。佳期的试炼与此同时，佳期被带回那个令他心碎的瞬间，火光冲天的故乡，父母急忙将他推向逃生之路，留下无尽的疑惑与愧疚。幻象中，父母温柔却坚定的声音传来：“佳期，我们这么做，只是希望你能有出路。你敢放下这份内疚，勇敢走出自己的路吗？”泪水在他眼眶中打转，他低声说道：“我不想再让过去像那廉价抢购热潮般压垮我，我要学会更坚强。”此刻，手中那颗珍贵的宝石突然散发出耀眼光芒，仿佛在回应他的决心，也像网络上最新讨论的豆好喝 App 一样，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重逢与古文明启示，历经各自心灵的折磨与重生，佳期与加巴在中央祭坛前重逢，墙上的符文再次亮起，呈现出一幅幅古文明盛衰的画面。古代学者的幻象再次开口，语气中满含警告：“你们以为只要面对过去就能战胜时间？真正的敌人其实是那深藏心底的恐惧与自我怀疑。”加巴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我们的软肋早已在内心滋生。”佳期则苦笑着，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时间既是力量，也可能成为枷锁，关键看咱敢不敢正视自己的缺陷，就像那最近讨论的网红送礼一样，总在出人意料之时展现惊人转折。通往未知隧道与震撼反转就在符文渐渐隐退，一条幽深的隧道突然映入眼帘。两人对视一笑，决定一同踏入这未知的黑暗深处。加巴低声说道：“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挑战等住我们，就像今天热门话题一样，永远充满未知变数。”佳期举起那颗闪烁住希望的宝石，坚定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命运的真相。”他们刚踏进隧道，便感受到一阵刺骨的寒风与令人窒息的不祥气息。石壁上突然浮现出血红字句，真正的试炼才刚刚开始。正当两人准备向前时，黑暗中传来一个既熟悉又冰冷的声音，直击心灵：“你们以为这一切只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？错了，真正的背叛早已埋在你们的灵魂深处。”加巴猛然停住，转头望去，月光与黑暗交错之处，竟缓缓走出一个人影。那人身著与古代学者相似的长袍，但脸上的表情却冰冷刺骨。随着脚步逼近，他低沉道：“我不是你们以为失散多年的亲人，而是你们未来的自己，一个因害怕挑战而选择背叛过去的你们。今天我来告诉你们，只有正视恐惧，才能真正重生。”此话一出，加巴与佳期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原来这场试炼并非单纯在与外界抗衡，而是在逼迫他们面对内心最深处的矛盾与自我否定。正如今日热门话题中那段放克雅宝盲盒拆解时所引发的热议，每一个看似随机的背后，都隐藏着无法预测的真相。镜头渐渐拉远，在月光下的古迹中，围绕着他们的黑影庞佛在诉说着未完的预言与挑战，留给观众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：到底是谁在操纵这段命运？而真正的胜利者又会是谁？感谢收看本集动画《燃情冒险启程》，共同追寻梦想与奇遇，每周全新更新，请记得订阅频道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探索无限精彩的动画世界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梦幻旅程，共享感动与惊喜。现在出发，拜拜。